截至2026年1月，全岛超 93% 的车辆已安装 ERP 2.0 的 OBU 设备，陪伴我们近30年的蓝色闸门即将步入历史。交通部在国会确认，新系统未来将整合超速监测等执法功能。当实体闸门变成覆盖全岛的卫星定位，车主们不禁要问，我们交出的究竟是过路费还是个人行踪？今天我们来理性探讨 LTA 这项重大的交通规划。只要你在新加坡生活过，每天早晚高峰穿梭在 PIE 或者 CTE 上，就绝对熟悉那些横跨在主干道上的蓝色 ERP 闸门。自1998年启用以来，它们就是本地交通高效运转的标志，也是新加坡在城市道路管理规划上极具代表性的一环。但实体设施的局限性在今天已经显而易见，维护成本高昂，占用道路空间，更关键的是，它只能在固定节点进行收费，无法根据真实的全岛路况进行动态调整。在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的新加坡，这种模式的运作效率已经见顶，因此路交局 LTA 的规划也自然而然地从地面转向了卫星。ERP 2.0 的核心是基于 GNSS， 也就是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这套系统不需要在马路上架设庞大的金属龙门架，而是直接把计费模块缩小，放进你车里的 OBU 设备之中。2026年3月 LTA 在 Bayshore Drive 完成了首轮无闸门道路标志测试，路面上不再有显眼的蓝色支架，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地面标线和警示牌。这意味着大家正在逐步适应一个没有实体闸门的交通环境。这不仅仅是把收费点搬到了你的挡风玻璃上，更是新加坡智慧国愿景中非常关键且影响深远的一步。通过全面性的技术升级， LTA 正在将整座城市的交通流量从路面上的车辆移动转化为云端可以实时计算、预测和调配的数字信息。但这种高效的系统运作必然伴随着管理维度的不断扩展。当基础设施从有形变成无形，管理的范围也随之延伸到了全岛各个角落。观察不同城市的交通管理方式，你会发现 LTA 这次在技术路线上的选择其实有其考量。如果从交通规划的角度来看，有哪些选项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其他城市。伦敦的拥堵费系统主要依靠路边的摄像头抓拍车牌，这种做法隐私争议较小，但面对极端天气时准确率会下降，整体的运作效率受限。再看其他地区的高速公路电子收费，它基于无线射频技术，极大地提升了车辆通过收费站那一瞬间的节点效率。那新加坡为什么选择开发周期更长、前期投入更高的 GNSS 卫星定位？原因在于 LTA 的长远规划实现按实际行驶距离来收费。只有 GNSS 能提供连续的位置信息，让你开多少路就交多少钱。但这套系统最值得关注的其实不是硬件层面的更新，而是它背后配套的政策调整与管理方式的改变。根据 LTA 公布的最新管理框架，从2027年1月1日起，本地收费政策将有一个明显变化，未支付 ERP 费用将正式与刑事处罚脱钩，转为纯粹的行政事项来处理。这意味着什么？在过去，如果你不小心漏缴了过路费，理论上你可能会面临法庭传票，甚至留下犯罪记录。而现在 LTA 给了大家5天的宽限期，就算逾期未交，也只是收取10元行政费。听起来是不是相对温和了些？但请注意，这正是系统化管理有效的一面。它把严肃且高成本的刑事处罚变成了一套环环相扣的行政流程。如果你一直拖欠这笔钱，系统不会派警察去找你，而是直接在后台卡住你的路税更新。在新加坡，没有路税寸步难行。同时，为了确保这套 GNSS 网络能全面覆盖， LTA 设定了明确的罚款机制。违规不安装 OBU
电单车将被罚款35元，其他车辆罚款70元。通过系统整合 ，LTA 将传统的上街执法成本大幅降低，并与个人的路税更新直接挂钩。这一系列调整表明，当局正用数字化行政手段取代原本严厉的惩罚。这不仅是一次交通技术的升级，更是本地在数字化时代下对公共管理方式的务实调整。如果说行政流程的简化是 ERP 2.0 带来的便利，那么个人隐私与数据收集就是它无法回避的话题。在享受交通畅通的同时，大家愿意分享多少个人位置信息？当你车上的 OBU 实时连接着卫星，每隔几秒钟就向系统发送一次坐标，这无疑构建了一个非常庞大且高精度的全岛位置数据库。LTA 当然也非常清楚公众的担忧所在，所以他们反复在各种场合强调，收集到的交通数据都会经过严格的匿名化处理，剥离个人身份，仅仅用于整体的交通规划和拥堵分析。但作为在本地生活的一员，我们不妨把时间拨回到几年前，回想一下疫情期间 Trace Together， 也就是合力追踪 APP 曾引发的一些讨论。当时相关部门在推广初期也做出了明确承诺，表示数据绝对只用于防疫追踪。但随后在国会的质询中证实，基于本地刑事诉讼法赋予的法定权利，警方在调查严重刑事案件时，依然有权且已经调取了这些原本用于防疫的数据。这个过往的案例，正是目前许多在本地生活和工作的专业人士对 ERP 2.0 的数据收集持保留态度的主要原因。ERP 2.0 的数据在未来是否也会面临类似的法律豁免？如果我们横向对比欧盟 GDPR 严格的数据最小化原则，本地的管理模式显然走的是另一条务实路线，先集中收集，后内部监管。在本地独特的社会环境中，大家长期以来其实是默许甚至愿意分享一部分个人隐私，去换取非常安全、高效且井然有序的生活出行环境。但 ERP 2.0 把这种信息收集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交通部也已经明确确认，未来 ERP 2.0 将逐步整合超速监测等相关执法功能。这就从侧面说明了，匿名化数据的壁垒并非绝对封闭，在特定的行政或执法需求面前，它是可以通过合法程序被调用的。技术本身没有偏向， GNSS 只负责定位，不负责判断。真正决定数据如何使用的是相关管理部门。在未来10年，数据的边界在哪里？我们该如何在一个高度数字化的环境中平衡高效的交通管理与个人的隐私空间？这恐怕是所有生活在新加坡的人都需要理性看待并持续关注的议题。ERP 2.0 这项影响深远的本地交通规划已经正式落地。它用高达 93% 的安装率和纯行政化的处理方式，展示了本地在城市交通运作上的极高效率。但同时，它也用一张无形的卫星网络，考验着大家对公共数据安全以及相关管理部门的信任度。技术永远在发展，系统永远在升级，但最终决定生活体验的是我们如何看待和适应这些技术。作为生活在新加坡的你，或者关注本地城市发展规划的你，认为 ERP 2.0 带来的交通便利值得我们分享部分位置隐私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真实体验和看法，每一条我都会认真阅读。如果你喜欢今天这种基于本地视角的客观深度解析，请务必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科技改变生活，我们理性看待。我们下期见。